请打开圣经创世纪27章27章第1节。我们今天要谈到了以色列的列祖的祝福，也就是以撒对雅各的祝福。我们先看创世纪的27章第1节到第4节，先讲到了一个这个事情的一个典故。首先谈到了以撒的一个意图。第1节开始讲到了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显然呢，这个势力的丧失使以撒呢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所以呢他就叫他的大儿子以扫来。那以撒就对他说，我如今老了，所以他的情况是不知道他哪一天会死去所以他就描述了以扫所做的。因为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这个以撒是喜欢以扫的，所以他如今是要以扫去打猎跟烹饪，做成美味给以撒吃。第4节就讲到了以撒会做的一件事情，说在我未死之前先给你祝福。以撒讲这句话呢，是很明显的违背了在之前创世纪25章23节，当利百加怀孕的时候，两个双子在腹中相争的时候呢，神已经指示给利百加了，以后大的要服侍小的，很清楚的告诉了这件事情给利百加。以撒也是知道的，所以他知道说以后这个整个的应许的承接人是应许之子，是雅各而不是以扫，所以他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很明显的是一个违背的。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就来看整个的发展跟神怎么来处理。因为从之前圣经我们看得很清楚，知道神已经显明雅各是那个承载应许的人，那列祖的祝福理当是属于雅各而不是以扫。此外呢，那以扫呢已经把他的名分是卖了，这个是我们上次所分享了。所以呢，谁得到长子的名分，谁就理应得到列祖的祝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里呢，圣经呢再一次的描述了人们通常刻画的雅各。有人就称呢说，他是从雅各那里偷了列祖的祝福。从我们上次已经来分享到说，以扫是怎么样来卖掉他长子的名分，并不是今天雅各怎么做，乃是他因着自己的私欲，他主动的来跟这件事情来达成一个协议。所以雅各在这件事情上面并没有来做任何的偷取的动作。因为这段经文真正所发生的是，以扫试图呢从雅各那里偷取列祖的祝福，这是倒过来的。为什么说以扫试图从雅各那里偷取祝福呢？因为他已经把长子名分卖掉了。最重要的是，因为神已经应许了，是要由雅各来承受这个应许之子的。所以呢，这个列祖的祝福本来就应该是属于雅各的。现在以撒这么做呢，是跟利百加的启示是违背的，也跟以扫呢把他的长子名分的卖掉呢是相违背的。此外呢，以撒的行为还不愿意说让以扫跟迦南女子通婚的事实，是因为从他自己本身的娶利百加跟亚伯兰的吩咐，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呢，以撒因为偏爱以扫，又喜欢吃他所做的东西，他真的很想用他自己的想法，用他全部的资源来祝福以扫这都是一个人，通常我们会用自己的想法跟自己喜欢的事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跟神自己的旨意跟神的约是完全是违背的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故事的发展跟这些人里面的反应，跟神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那在这件事情上面，以撒得到什么呢？从圣经上我们看到说，他只是想要吃一个野味，他只是很想去享受一顿美食而已。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报酬，却要用这么大的祝福来换取，真的是显示了说为什么这个以撒呢这时候真的是眼睛是昏花的在之前呢，以扫为了红豆汤卖了长子的名分，
而现在以撒竟然为了一顿野味，就去误导了一个列祖的祝福。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父子两个人让我们提起一件事情，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真的要注意，不要为了爱吃喝或者其他的没有必要的在地上的消耗，而跟神的祝福失去了一个关联性。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神供应给我们一切是绝对是充足，而且是有余的，只要凭信心去支取就好了。但是我们如果为了地上更多的这些事情，讲不好听点是带不走的。无论你今天是提早离世见了主，或者是你被提，什么东西我们都带不走。所以呢，这些在地上的东西吃喝享受都是好，都是神的祝福，但是都是短暂的。那对于短暂的跟长久的祝福，那就看人自己的一个选择是怎么看的。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看见他们这父子两位呢，以扫跟他的父亲以撒都是为了自己想要吃一个东西，而今天跟整个祝福是渐渐的远离，而没有关联。接着我们就要看第5节，以撒就对以扫说呢，这件事情说你去打也会给我吃，做好之后我就给你祝福。结果利百加听见了，所以当利百加听见之后，他是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神怎么跟他说的，所以从第6节到第10节呢，利百加就开始出手来制止这件事情了。那首先呢，在第6节前面呢，已经有揭示了说他跟儿子雅各的还有就是以扫两个儿子的差异，显出了父母亲的对两个孩子的是不同的偏爱了哈。那第6节的后面就揭示了利百加就为雅各开始能够来做一些这些计划的阴谋。他要求呢雅各顺从他的话，去羊群里面拿2只肥的一个山羊羔来，然后由利百加来做成美味，再由雅各送给他的父亲以撒吃。第10节后面呢，显出了这个目的呢，是因为利百加想要叫以撒呢，在没有死之前呢，能够给雅各祝福。所以母亲听到了这件事情，就用这个计谋试图来改变这个计划。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在这一章这个阴谋这里的罪呢，不是雅各窃取列祖的祝福，他没有窃取，因为这个祝福本来是属他的，这是神的天命。更何况这个以扫呢，已经卖掉了他的这个长子的权。所以雅各在这里虽然夺取了以扫的祝福，但是他不是窃取的，是本来就属他的。这一章的问题是他的确是欺骗了他父亲，这是他的罪，这是事实的。而这个罪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呢，神的应许每一次要做一件事情，神自己会来成就他的，即使今天人是在一个不是行在他的道路的当中。所以在这里呢，跟之前我们谈到了说亚伯拉罕曾经带了撒来到了埃及去，还有包括生这个以撒之前呢，娶了夏甲，生下了伊斯玛利，制造了伊斯玛利的事件等等等等，我们所谈过的都是这些的例子，人对神的应许的信心的不足。当人对神应许的信心不足，或是对神的话信心不足的时候，人就会用自己的方法，或者想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呢想出其他的方法偏离神的旨意。在我们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们先讲一个，就是说神的伟大跟无条件的拣选就在于说，他所定的旨意是没有人改变的，他所立的约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纵使人是悖逆的，人是常常是还是在抵挡神，或是在犯罪，但是无论你今天犯了什么样的错，神都可以把你带回来，走在他对你的旨意上。这就是一个神的一个伟大跟他全能的计划。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利百加没有赶紧的去寻求神，他可以的，他没有，他赶紧就想出一套策略，来了一个计谋，来了一个阳谋来做这件事情，希望能够从这当中躲回来，
原先要给雅各的祝福，所以他对信心又一次的缺乏，就像之前在12章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事情跟撒拉的事情，16章撒拉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人因为缺乏信心，就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事情，这是我们要学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那在这里呢，利百加早就知道从神来的，所以他应该相信神这时候会介入。他的祷告应该是，主，你现在既然看见这事情，求你来介入，神一定会用他的方法。但是他根本没有去问，也没有去寻求，他就直接出手，用自己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了。所以呢，他用这种方法让雅各能够得到祝福，所以他就要用自己的方法采取这些的行动。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并没有呢阻止呢以撒给这个列祖祝福带来有更多物质上的益处。那接下去我们看见说，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所产生的这些的后果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人你没有今天去凭着信心相信神，也没有去寻求神怎么样来解决方法，也没有请神来介入在他所应许的事情或在他所告诉你的话语上，那很多就会产生这些的后遗症跟后果是要承受的。接着我们就来看27章的11到12节，雅各听到他母亲利百加对他说的这个计划呢，他就怀疑。他的怀疑的理由是很正当，他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他说，如果我的父亲摸着我，他就以为我是在故意欺骗他。因为这个欺骗父亲呢，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不论是今天无论是今天信不信神的，我们都知道是尊敬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这种欺哄事情呢，是一个很严重的。更何况以撒现在呢，双眼呢是渐渐失明，已经几乎是看不清楚、认不出来人了。那如果你去欺骗一个瞎子，又是你的父亲，这就会招致更严重的一个后果，或是咒诅，不得祝福。这是雅各所担心、所忧虑的事情。而利百加的回应呢，来告诉他一个方法，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13节，首先利百加就对他说，你招的咒诅归到我的身上。所以利百加把这个咒诅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因为他是这件事情的教唆者，他是安排计划者。至于雅各，他说，你就听我的话，你只要服从听我的话，不用担心。他说，你去把羊拿来给我就是了。所以接着呢，这个欺骗以撒的计划就开始实施了。在15、16节呢，是服饰上的一个欺骗。利百加呢，就把家里面呢以扫的衣服呢，就给这个雅各穿上，因为这些的衣服都是以扫常常去打猎穿的，所以带的是有户外打猎的气味的。除此之外，在16节他又增加了这个山羊皮包在雅各的手上跟颈项，原因是因为它是光滑的皮肤，那如果给它披上这样的话，就给人一种多毛的感觉。所以呢，有以扫的衣服散出合宜的味道，加上这个羊皮呢，给予适合的一个手感，他想说这样子或许就可以来蒙骗这个几乎眼瞎的以撒。接着我们来看见说，除了这2件的装饰物之外，接着我们来看到17节讲到食物的欺骗。在这里很有趣的、很有意思，我们注意说，就是利百加他可以把这些的烹饪的这些羊肉做起来呢的这些野味跟以扫是一样的，使以撒无法分辨。所以这也就是说，他为什么有把握叫雅各去欺骗，让他去吃不出，让他给他吃吃不出来。所以呢，他就把他做好的美味跟饼交在雅各的手上。在这里呢，整个预备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利百加可以主动的或被动的遮盖所有的感觉。我们首先看到，在视觉上以撒是失明的，所以这不是问题，他可能无法看得见到底站在他面前的是谁。气味上雅各穿的是以扫的衣服，味觉上羊肉尝起来像野味，触觉上
羊皮毛是多毛的，这些无论是视觉、气味、味觉、触觉，都或许可以蒙骗以撒成功，但是只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听觉。只有听觉是利百加不能够遮盖的部分，而这个听觉呢，会导致呢，以撒会认出这是雅各的声音，毕竟那是他的儿子，而这个事实会招致一个危险。接着我们就看18节开始一个欺骗的一个的行为就出来了。雅各呢就弄好了这些食物，就带到以撒的面前。雅各首先说我父亲，那以撒就说你是谁？首先以撒先是怀疑的，因为他说我父亲，那他先说你是谁呢？19节就看见雅各的第一个说谎，说是我是你的长子以扫，这是第一个谎言。第一个谎言之后就接着下一个谎言，他说我已经照着你吩咐我的行了。所以雅各的确是说谎，他对父亲的欺骗的确是有罪的，这就是雅各的罪之所在。在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件事情，他的罪不是窃取列祖的祝福，而是对父亲的欺骗。如果今天以罪这个角度，从神在看罪这个角度，以撒跟以扫所做的罪更是大，因为他直接悖逆神的旨意，这是非常严重的，会导致神整个的对列祖的应许，对亚伯拉罕整个的计划全部都打水漂了，完全都会落空。当然神会出手，这是肯定的，但是从我们这里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以罪这件事情来讲，以撒跟以扫所做的罪，那比雅各的欺骗的罪更大，因为他们这样的做会试图使神的目的失败。记得我们常常说的一件事情，撒旦是抵挡神的，他总是要使神的计划失败，他总是在破坏神的计划。以撒跟以扫这么做，无意之中他是跟神是对立的，他成为神的敌人。所以这种的罪呢，跟欺骗罪起来实在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做任何的对比因为这个罪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这里我们要分清楚说，这个罪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个罪哪些罪是造成怎么样的结果，哪些罪又造成怎么样的结果。但是并不代表神不会在雅各欺骗这件事情上面，他不会来管教他，这是接后我们会来谈到的。我们回过头来看到第20节是雅各的第二个谎话。从以撒的怀疑开始，以撒首先第一个讲说，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你不是去打野味，怎么那么快就做好了呢？那雅各的谎话说因为耶和华你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出去打猎呢，很快就打到野味，就很快带回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说谎，不但是说谎呢，还假借着神的名义来欺骗人，结果就使事情就更糟了。所以在这里呢，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假借神的名来说谎，所以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替雅各的罪找借口。他不但说谎，而且还假借着神的名但是再一次我们要提醒，要去分析的，去了解的，重要的是明确的是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他在得到祝福这件上他没有犯罪，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欺骗父亲，这是一个罪。所以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什么是严重的抵挡神的，什么是神可以容忍但是会管教你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接着我们就看21到23节，就是以撒的一个实验跟怀疑了。他首先说你近前来让我摸摸你，所以他要确定他是不是以扫了。那雅各就靠近，以撒就摸着他。第一个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呢，听觉是利百加跟雅各无法遮盖的。然而呢，以扫允许了自己的触觉盖过听觉，手摸起来像是以撒的手，吃的东西也像是像以扫做的手是以扫的手，那吃起来也像以扫所做的。在这里要提醒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一些的这些的感觉，
无论是你的视觉，无论是你的这样子一个手感的感觉，或者是说你的味觉、触觉，你各式各样的感觉都可能被欺骗，但是只有你的听觉不会被仇敌欺骗，因为主耶稣讲过，我的羊是听得见我的声音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意识到神怎么来告诉你，怎么来打开你心中的眼睛，来读出真理话语的一个亮光。那就是某种程度，即使是一个无言的，但是你可以去懂得圣灵怎么教你，那是一个无形的一个的听觉。那也有形的听觉，就是你会真的听得到神在对你说话。听觉是仇敌没有办法模仿的，神说的就是说的，撒旦是没有办法欺骗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听到魔鬼的声音是事实，但是用真理就可以分辨出来仇敌撒旦所说的谎言啊。所以这边是顺便的提一下。结果呢，在整个以撒的一个分辨，他没有办法分辨出他是雅各，也不知道他是谁。原因就是因为他手上有毛，就像以扫一样是多毛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蒙骗就过关了。那以撒吃完了之后就给他祝福了，但是以撒还是有怀疑的，所以24节又出现雅各说的第三个谎言。以撒为了担心自己的祝福还是会弄错，所以他再一次确定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哈。那雅各的谎话也很直接，他说是，我是。那于是呢，以扫呢就说你递给我，就准备吃，他也会要给他祝福了，所以他就吃喝完毕。接着呢26到27节呢，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准备要祝福他了。所以呢在27节这里呢，雅各就上前跟他的父亲亲嘴，这带出雅各最后的欺骗的行为哈。那他的父亲因闻到他衣服上的香气，也就是像以扫一样的这个味道呢，就给他祝福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整个的这个阴谋完毕之后呢，整个的祝福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来分享这一段，是讲到了雅各的欺骗与祝福。27章27节到29节是以撒对他的祝福。事实上这个祝福其实就是展现了神的祝福。首先讲到说，我儿的香气如耶和华赐福的田地香气一样。第28节以撒讲了3方面物质的祝福，都是关于这些农业的繁荣。首先呢，他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第二个是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的新酒，这是在于他的这些所需的用物上面呢，赐给他农业的繁荣。接着29节是讲到做主人的祝福了。他说雅各会受到服侍，他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此外他说他会成为他兄弟的主，说到愿你做你兄弟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事实上这就是起初神对利百加所说的，如今他还是按照神的心意祝福，只是他以为他祝福的是以扫，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他知道这个事情的祝福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祝福当中，因为以撒只是想要以扫去统治他的弟兄，他的兄弟雅各，但是呢再一次的，这跟神对利百加的所说的是完全矛盾的。接着以撒最后呢用祝福跟咒诅来做结尾。他说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蒙他祝福。这是重复了创世纪12章神对亚伯兰所说的之约的列祖的一个祝福跟咒诅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就产生了，这个事情呢跟以撒所期待的希望是相反的。所以亚伯兰之约是借着雅各，不是以扫去延续的。因此呢无论今天以撒是如何的糊涂，但是呢他终究是祝福了雅各，这就是神介入的结果。刚刚有提到，即使你人会犯错，但神永远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把事情给你掰回来，只是我们不要任意的用人自己的方法，缺乏信心的去介入这些事情。就如同之前所讲的，亚伯拉罕
在制造伊斯玛利造成太多的问题，也是给我们再一次的提醒说，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任意的用自己的方法，而在没有信心的当中就自己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尽管雅各犯了罪，但以撒呢不由自主的祝福了雅各。这件事情很有趣，在之后我们讲到民数记，在巴兰的这件事情上面，巴兰受到了今天摩押王的这个贿赂跟这个礼金，就去准备咒诅以色列，结果他反而咒诅不成，反而不由自主的祝福以色列是一样的。所以那件事情跟这个是一样，你今天要做你人想要做的，今天去咒诅或者破坏神的计划，但神是统管万有的，他可以都让这件事情完全的按照他的旨意去行，而没有任何的错误。在这件事情完之后，我们就来看见以撒祝福完了雅各之后，我们接着来看以撒祝福以扫了。请看30节到40节。当以撒为雅各祝福完的时候，以扫呢这时候打猎回来了，这真是千钧一发哈，一个祝福完毕出去了，另外一个进来了。所以这时候呢，以扫呢就为他父亲预备好食物，也做了美味给以撒吃，准备让以撒来祝福他了。在这时候，以撒领悟了，他突然搞懂了，所以他首先问说：“你是谁？”那以扫就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在这里，他说他自己是长子。事实上呢，我们都已经知道，他早就把长子的名分就卖了，所以他现在宣告说自己是长子是没有意义的。但是问题是，以撒就惊慌了，他大大的战惊，这不是生气，他是很害怕。他意识到了神的介入跟这是神的旨意，他就说：“你未来之前是谁拿野味给我呢？我已经吃了，已经给他祝福了，而这个人一定会蒙祝福。”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陈述当中，以撒认识到了神的意愿，意识到自己给雅各的祝福是无法撤销的，他将来也必蒙祝福，所以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祝福是给了雅各，不是给了以扫。所以当以扫呢听到了他的父亲这个话，就放声痛哭。那这个希伯来语的痛哭，放声痛哭，是他哭喊的这样子一个哭泣，大声的哭，痛苦到了极点哈。那事实上呢，以扫之前我们有提过，他根本不在意这个祝福是属灵层面的，是属于应许之子的层面的。因为作为应许之子不是这么容易的，你要接受很多的挑战哈，还有很多的这些的跟随神的这个属灵的祝福，他不要，他要的其实就是一个物质的祝福，跟他一个军事上的优越性，也就是说他要更多的仆人，更多的势力。所以呢，从他下面的请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他所要真正的祝福是什么呢？他就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那以撒就说：“你的兄弟已经用诡计，已经这个部分是对的，他的确是欺骗了他。但是他说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撒前面讲的是对的，后面讲的是错的，因为福分本来就是属于雅各的，而不是属于以扫的。到这时候他虽然讲明白了，但是他在言语上面还是犯了这样子同样的错误。那接着就是在36节，以扫的就埋怨跟请求了。以扫说呢，他的名字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2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在这里是一个希伯来语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对做一个比较，或是一个文字游戏。希伯来语取代这个词本来是从雅各的词根出来的，但是这个词根的意思呢，也可以作为一个欺骗，也就是说有一个消极跟一个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个词从以扫在这里的希伯来语的意义，他把雅各这个字根变成了欺骗，所以他说他欺骗了我2次，因为他是跟他的名字相符合的，所以他试图是用一个消极的名义来贬低雅各这个本身的名字，把它变成是一个消极的。但是神没有，因为之前我们有提过，雅各的名字在希伯来词根的基础意思是后脚跟，这个后脚跟他抓住的这个后脚跟的意思呢，也有能够在前面，也就是我把你整个取代掉的意思。这同样是耶利米书9章4章的用法。所以
雅各是抓着以扫的脚跟出来的，就好像是一个赛跑当中呢，你绊倒另外一个人，或者反超前，或者取代，也就是说你突然超越他，成为一个优先的领先者。而雅各2次呢反超以扫，也就是说雅各在这个赛跑中呢2次都取代了以扫，所以这是在这个地方呢希伯来语的词根，以扫用的是欺骗，但是这是一个消极的意义，正面的意义是取代，而神是要以雅各取代以扫，而不是像以扫用自己的想法认为他是来欺骗他的啊。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说明一下，以雅各原来这个名字它的真正意思跟神怎么看这个名字的原来的这个意义。所以对以扫来讲，雅各欺骗了他2次。他说第一次他以前夺了我长子的一个名分，这是谎话，因为事实上他没有夺，他是自己把他的名分卖给了雅各，雅各并没有夺他。他说第2次你看他现在又夺我的福分，这也是谎话，因为这个祝福本来就是属于有长子名分那一位，而且神在他们没有出世之前就已经定好了，所以他讲的雅各2次欺骗，其实这2个都是以扫的谎言。事实上我们刚刚所分享到这里，看得见这是神计划的效力哈。所以呢以扫呢最后就请求说，你没有留下什么可以给我祝福吗？那以撒就回答说，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兄弟都给他做仆人了，那凡赐他新酒都可以养生。他说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什么呢？换句话说，以撒在告诉以扫的说，给雅各的祝福是不可撤销的，因为这就像一个口头上的一个遗嘱，是被认为有约束力的。这就像一个遗嘱一样，是口头的，所以他说了就决定了，这是有约束力的，而不能更改的。结果我们看到38节呢，以扫就在这里哀嚎了，再一次请求说，那你有没有任何一样可以祝福我的呢？是不是可以再还有一点点剩下一点余福可以祝福给我呢？那最后呢我们就看见到以撒呢最后对他的祝福，他就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在这里呢，希伯来语的字面意思读起来的意思其实是你所住的缺乏地上的肥土。我们中文的圣经中文版翻成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居住，也就是说你住的地方希望你有好的土地可以让你耕种，也就是你住的土地根本就不是一个肥土的意思。所以这个跟雅各的祝福听起来很相似，但是跟雅各的祝福其实是相反的。他其实的意思是因为以扫的土地呢会缺乏肥土，缺乏那个，缺乏这个，所以呢以扫呢不会去承续了应许之地。无论这个以撒的祝福怎么样，都跟应许之地是无关的，因为以扫从头就不是应许之地的一个继承者。接着以撒继续来讲到了他给这个以扫的祝福，讲到他的国就是以东。以撒做了3个陈述，首先他说，你必依靠刀剑度日，也就是说呢他的国必以掠夺为生这一点呢在之后的民数记20章14到21节得到应验。第二个，以撒又再跟以扫祝福说，你必侍奉你的兄弟。事实上呢以扫就是以东，他在之后呢被扫罗所击败，在撒母耳上14章47节，而且也被大卫征服。在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再度的想要反抗起义，再度的失败了记载在王上11章14到22节。所以这个都没有办法，他完全的是按照以撒所对他所说的，就是必侍奉他的兄弟，他没有办法违背，也没有办法能够得胜所以接着在以东呢之后背叛约兰，那再一次的以东呢就被亚玛谢，被以色列的王的征服，这也是记载在王下跟历代志下。第3个，雅各对以撒对以扫说，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的颈项挣开他的轭，这个他是指的雅各他的弟弟。那这个挣脱也应验了，
第一次挣脱发生在约兰时期记载在历代志下21章8到10节。第二个事情是在亚哈斯王的时期，记载在王下16章6节，还有历代志下28章16到17节。所以后面的这些经文都佐证了以扫所对他的这3个陈述全部都应验。在以撒给雅各做祝福这个部分有2点看见第一点是对雅各的一个的谴责。首先呢，我们看到之后呢，现在的经文跟之后整个圣经里面谴责雅各的话，只有从以扫跟之后拉班的口中出来，这个之后的这个拉班的口中出来。但是呢，我们知道拉班之前他把利百加嫁给以撒的时候，就是为了贪爱钱财。之后呢，拉班也几次的欺骗雅各。那以扫我们已经之前讨论了，他是一个贪爱世俗的，所以这2个人都简单讲是属世界的，根本不是属神的。所以他们的一个指责、谴责雅各，根本就不能证明什么是诚实的。这是从一个对立面，甚至于从一个仇敌的一个角度。因为仇敌总是会诅咒上帝的百姓，会讲他负面的，而以扫跟拉班都是对着雅各讲的非常负面的。但是呢，神自己本身从来没有谴责过雅各。神没说到雅各的时候，总是带着祝福跟应许的信息，从来没有指责雅各，也没有说过一句惩罚的话。所以我们这里要提醒对雅各负面的话是从他敌人来的，而神对雅各总是正面的。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或当我们在分享这段信息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你不要站在神的对立面，说雅各是坏蛋，说雅各是妈宝，说雅各是一个不务正业，说雅各是一个欺骗者等等。你是在咒诅雅各，这是跟神站在对立面。所以在分享这段经文跟任何的传道人在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看从神的角度怎么看雅各，而不是从你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在这边论评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接着我们就要看见，刚刚这件事情完之后，我们第二个看见是雅各他欺骗他父亲是有结果的因为他的确是犯了这个罪。首先呢，以撒呢无视于神的选择，所以这件事情呢，整个影响到了整个的家庭的4个人。以撒呢，因为他欺骗就遭到了惩罚，因为他知道这个应许是要给雅各，但是他不愿意，他去祝福以扫，所以他接受惩罚。因为他在之前就知道了这个大的将来服侍小的这个预言，是因为他偏爱以扫，他做了与神相反的选择。以撒的选择仅仅是基于他的自然的情感跟他的偏爱，所以他试图违背神的选择祝福，而去祝福以扫，所以这是完全跟神走在对立面，这是他的一个的无视神选择的一个结果。而利百加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策划了欺骗的一个的怂恿者、教唆者。结果呢，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雅各不得不离开应许之地，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从他离开他的母亲利百加之后，利百加再也见不到自己最爱的儿子了。等雅各呢从拉班那里回来的时候，利百加已经死了。而对以扫来讲，他根本就无视自己长子名分的属灵好处，所以他失去了列祖的祝福，也一并失去了所有的物质好处。至于雅各，他虽然在列祖祝福上面本来是应该他所得的，但是他仍旧是欺骗了他的父亲，所以他一生都在艰难抗争旅途中度过。最后呢，雅各自己也被欺骗了。首先是会被拉班欺骗，这是我们之后会来谈到的。之后他又被他的儿子欺骗2次，这也是也会谈到的。一个是迪娜的事件，就是他的女儿的事件，还有约瑟的事件所以这些都是
一样的会有一个被管教的，所以你做了什么，自然神就会用别的事情，一样的事情来管教你。所以再一次我们看见神处理事情他不偏心的，神是公平公义的，你不能够违背神的旨意，但是你不能用你的手段，你用你自己的手段的时候，神一定会出手来管教这些的事情，好让我们知道怎么去依靠他，然后按照他的话语跟在信心里面相信他来成就。所以这是一个以扫呢祝福以撒祝福以扫，我们在这边的几个的看见哈。而就新约来讲呢，这件事情呢，关于是以撒对神的信心跟以扫的软弱，有在希伯来书有引用。希伯来书11章12节在这里呢，引述了以撒因着信就将将来的事指给雅各这件事情呢，那你就觉得说他不是啊，他哪有信，他不是这样子信心，他是完全是为了偏爱，怎么希伯来书是这么写，看起来好像是是对不上号的。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刚刚说过，当他祝福完了之后，他相信那个祝福要成就了，所以他对以扫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给你祝福，因为我的祝福都给了雅各了，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再跟你祝福了，因为这个事情都一定会应验。所以他在祝福这件事情上面他是有信心的，他也知道他所祝福的必成就哈。所以这是希伯来书11章20节讲到以撒因着信，他不是信这件事，乃是相信他自己按照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去祝福会成就。而且呢，这个成就呢是不可以撤销的。接着在希伯来书12章16到17节又再一次的讲到了我们之前提过的，以扫是贪恋世俗的哈，为了一点食物，他就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之后他要得到列祖的祝福，却被拒绝了。好，这是在这个我们这里谈到了，就是有关于以撒跟以扫雅各有关于这个长子的名分跟祝福这个事情列祖的这个段落。我们接下去来分享下一个段落，是要讲到雅各接着为了这件事情之后，他逃往哈兰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请看创世纪27章41节，这个地方会一直讨论到28章22节哈。我们请继续来看27章的41到45节。首先是雅各前往哈兰的一个原因。那因为以扫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没有得到父亲给他祝福，就怨恨雅各，所以他就下决心要杀他了。那他想的时间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那以扫说，到那时候我就要杀我的兄弟雅各。而这件事情呢，有人听到了，就告诉利百加，所以利百加呢，赶紧的就叫雅各来，就对雅各说呢，你哥哥以扫要杀你，报仇雪恨，所以呢，现在你要听我的话，赶紧的呢起来逃往哈兰，到我的哥哥就是你的舅舅拉班那里，跟他住一段时间哈。那事实上与他同住些日子，利百加认为住一段时间哈，没事他就可以回来了，但是这一去就是20年。那利百加认为说，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哈，忘记他所向你所做的，那这件事情呢，他一讲说忘记你向他所做的事情，事实上啊，他就把这个责任有点是推给雅各了，事实上是他主导的，是他告诉雅各怎么做的，他这边竟然讲说你向他所做的事情哈，所以这个有点是把这个事情转移到雅各身上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件事情还是按照利百加所说的那样发生了哈。因为之后呢，这个当雅各回来跟以扫相聚的时候呢，这个以扫果然就不记得这件事情，因为以扫也得到非常不错的一些的丰盛的这些的祝福哈，也有不缺什么，所以他也就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因为他自己本身很富足，所以当雅各最后回去跟以扫相见的时候呢，他也愿意能够原谅雅各哈。但是在这里利百加所说的事情呢，没有按照他的话所成就，但是不是按照他所想象的说你去就可以回来哈，这一点他永远做不到。
因为呢，他之后呢，在雅各离去之后，他就过世了哈。在这里，他所担心的害怕是什么？他说：“为何一日世上你们两人呢？因为如果雅各被以扫杀了，那以扫也必定会被处死，因为他违背了诺亚之约。因为诺亚之约规定，人不可以再杀人，你流人的血就必人流血。所以如果这样子，他杀了他，那他两个儿子都丧失了哈。所以这件事情完了之后，那利百加呢就开始来跟以撒来埋怨。事实上，他是在做另外一个计划，想要让雅各离开哈。所以他就对以撒说呢：“我因为呢以扫娶了这个赫人的女子呢，非常非常的厌烦，导致呢他连生活都很不愿意看到这个他所娶的女人。事实上呢，这其实是他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哈，要把雅各安置到别处的原因。”而不是说仅仅他厌恶他是一件事情，但真的原因是因为他借着这个事情可以让今天雅各赶紧的离开哈，所以他在试图救雅各的性命。他就对以撒说：“如果雅各也娶了赫人女子，那怎么办？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了。那所以他就建议说，雅各要像以撒一样，从那个巴旦亚兰那里来娶妻，巴旦亚兰娶妻。就像他一样，因为那是一个非迦南女子之地来娶妻哈，因为他在这里娶的这个的赫人是迦南女子，是违背神对他们的一个吩咐哈，所以他就跟这个以撒来建议要回到这个巴旦亚兰去那里娶妻，跟他一样的做法。以撒自己是过来人啊，他当然知道这个来龙去脉，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娶利百加的，所以他就赶紧叫了雅各来，就给他祝福说，而且吩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他说：“你赶快去巴旦亚兰，去你外祖毗土利家里，你的舅舅拉班的女儿娶一为妻。”这个就是他之前娶利百加的过程。他当然知道，所以他赶紧的就同意了。然后这时候的雅各就开始准备做一个逃避跟一个像逃难的一个过程了哈。那接着呢，我们看到28章看到28章的3到4节呢，请继续看到下面。那在雅各离开之前呢，以撒就对他的传递的这个亚伯兰之约，他提到了6个预备。他说：“愿全能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兰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第6个是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兰的地哈。这是完整的一个亚伯兰之约，他传递给了雅各。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是，现在以撒他明确了，他之所以对雅各做出了这个亚伯兰的祝福，因为神也屡次跟他讲过，他知道这个祝福的内容，所以他终于明白了，搞懂了，说亚伯兰之约原来是要借着雅各延续下去了。所以在这里呢，他就从他的嘴中出来呢，他是屈服了，而且顺从了神的意念，他承认了神的拣选。只是他没有承认他自己的一个年老昏花，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的手，他也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就明确这件事情。所以以撒呢就打发雅各就走了，他就到雅各就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了。接着我们来看28章6章9节，这里交代的是以扫呢娶了第3个妻子。在第6节呢，以扫呢无意之间听到以撒吩咐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其实以扫呢是非常注意呢以撒对雅各所说的话跟所做的哈，因为他里面已经很生气，想要杀了雅各，所以就注意他们两个在干什么，特别是关注雅各在做什么。所以呢，他注意到说，哇，原来他的父亲对于他娶赫人这个女子上面是非常不喜欢的，是违背了他父母亲娶了这个妻子。所以在第8节呢，他知道他的父亲以撒呢看不中迦南女子，所以在这里呢强调的是以撒看不见，那之前是利百加看不中。所以呢这时候呢以扫就想说，那不行，那为了要讨父母亲的喜欢呢，他就到以实玛利那里，至少他不是一个迦南女子，因为他也是亚伯兰的后裔之一，所以呢他就去他那里娶了一个妻子叫做玛哈拉回来哈。
所以他是为了赶紧的能够让他的父母亲喜悦，做了这件事情。在10节到12节，28章10节到12节这里呢，讲到了雅各就离开了，出了别是巴，就往哈兰去了。我们接着来分享是有关于我们很熟悉的，就是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晚哈。这时候雅各要出去呢，对他来讲是一个未知的，只不过他刚好就是到了伯特利这个地方，因为伯特利这个地方呢是在亚伯兰之前呢，在那里筑了一个坛，所以他并没有特别的计划要去到伯特利，他只是碰巧刚好在那里。而这个地方呢，是曾经亚伯兰在那里筑了坛，也在那里敬拜神的地方。接着雅各呢就在那里住宿，因为天气因为已经已经是夜晚了，所以呢他就拿了一块枕头。圣经这边写的是说他做枕头，事实上这个用石头做枕头，你睡下去这个头会痛的，很不舒服的，因为这不是原来的意思。希伯来原来的意思是他睡在这个石头的旁边意思就是石头放在他旁边，雅各就在那里呢就躺卧睡着了。接着12节就讲到了雅各的梦，这个梦呢是第一个对雅各启示的一个梦。在梦中雅各看到了前面有一个梯子，这个梯子不是我们今天现代那个梯子，是直立式的。这个梯子呢是有点像阶梯，就像我们从这个1楼要走楼梯到2楼，2楼走楼梯到3楼一样，是一个阶梯所以它不是一个我们现在那种好像在工程用的那种梯子。而这个梯子呢，他看见是立在地上，也就是雅各所在的地上，但是这个梯子的顶呢是顶着天的，头是顶着天的，那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他在梦中呢就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上下下的来走。那要注意的是，这里神的使者我们中文圣经是看不出来但是英文或者其他版本都可以，这个神的使者是一个复数，所以不是一个天使。因为我们以前有讲过，当神的使者出现是单数的时候，通常就是道成肉身的第二位的那位神子自己的一个可以显现的一个的使者的样式给人看，但在这里不是，这里是复数，所以是好多的天使上上下下在这个梯子上面走来走去。那这个事情呢是在雅各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出现，这个场面是神对他显现。当雅各之后在32章第1节，雅各再次的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再一次的神又向他显现这里是第一次。在13章到15节呢就讲到了神第一次向雅各显现。这时候呢经文写的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之上。刚刚这些使者是在梯子上上下下走，但是我们刚刚说过，梯子的顶端就是天上，神是站在梯子的上面的。这时候呢神的同在呢是用一个可见的方式能够在梯子的顶端向雅各显现。这个显现就是神自己的荣耀，就是神 Shakia 的 glory 就是他自己的荣耀。接着是神的身份，神就宣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兰的神。他宣告了他也是以撒的神。接着神就开始来对他说这些的约的这些的预备，包括了4个。首先是在13节的后面说，神对他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因为他是躺在应许之地还没有离开的。他说应许之地是要给你个人的，还有你的后裔，也是要给雅各的后代的。那既然讲到后裔呢，就一定表示说雅各呢会成功的找到妻子，因为刚刚之前呢利百加所提议的是雅各要去他舅舅拉班那里娶一个妻子所以在这里是保证他会娶得到妻子的。第二个是讲到了说，你的后裔必像天上的尘沙那样多，而且讲到你后裔的发展必向东西南北展开所以他的后裔是不将胜数。这些之前我们在谈到亚伯兰之约的时候
多次对我提到相同或是一样的内容。第三个是讲到了他对外邦人的祝福应许，再一次的，这是曾经神对以撒说过的，神也对了雅各说，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祝福。这个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弥赛亚了哈。所以三位列祖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领受了外邦人得救的应许哈。接着是第15节，是关于对雅各个人的应许。首先神对他说，我与你同在。第二个是神的保护，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第三个是神对他的应许，他说我领你归回这地，也就是说你会再度的回到这个迦南地来。第四个是神的承诺，我总不离弃你。神的同在呢，会从现在一直到雅各呢回到应许之地呢，都会伴随着他，直到呢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就是直到约的应许成就哈。所以这四个是对神对雅各个人应许是非常宝贵的，是让雅各有更多的信心，而且有保证的，他前去呢有神与他的同在，跟神对他的保护哈。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鼓励跟信心跟一个应许，因为他这时候要出去，其实里面心底是忐忑不安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哈。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做出了他对亚伯拉罕跟以撒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有关亚伯拉罕之约，也对他个人有一个应许的一个的承诺。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呢，雅各就睡醒了，他意识到了刚刚所发生的事情，他就宣告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意思就是说，这里真是神同在的地方。他说我竟然不知道。第17节就显出了雅各的惧怕，随后就带出他的宣告说，这地方是何等的可畏。这反映他对神的惧怕，这是很正常的在圣经里面你会多处看见，当神对人显现的时候，通常人的反应都是惧怕，而不是今天在那边赞美感谢神。真正你看见神显现的时候，你是很惧怕的，因为那个神的荣耀我们看见真的是没有办法，自然而然就是跪在那边，真的是很害怕的，因为不知道神要怎么说哈。那接着雅各就进一步宣告说，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这个希伯来语的意思呢，他就给他取名了说，这是一个神的殿。那这个地方是两处呢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地方，在离开应许之地之前跟回到应许之地之后，先是在这里的伯特利，他说是神的殿，之后当他从拉班那里回来之后，他会在这个马哈念，也就是翻译成为两军兵的地方呢，来再次的向他显现。所以他总结说，这是天的门这是天的门。所以在这里他说这是门，他所讲的果然在之后他再次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也在这个地方向他敞开来，也再度的向他显现。所以他讲天之门的确是正确的，并没有不对。那伯特利呢，他也从希伯来的意思就是神的殿那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呢，雅各因为他是晚上做梦，所以他清早起来呢，就把他所这样子的一个旁边这个枕头这个石头呢，就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浇油的目的是让这个柱子圣化这个是象征的一个奉献，就是一个献祭的一个动作。然后就给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就是神之殿，就是神的殿的意思。这个呢，在这里起这个名字是为了象征纪念，所以他在做的意思，浇油是为了圣化，是象征的一个的献上这个祭或者是奉献，而取的名字是纪念在这里神对他的显现。这里他所做的就跟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第8节做的是一样的。接着呢，第19节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个名字叫路斯事实上他是给这个这个城重新起名字，所以伯特利也叫路斯。在22节到22节，20节到22节是雅各的许愿。他首先说，神若与我同在，意思说，因为刚刚神应许他的4件事情，他说如果神与他真的同在，与他相伴，其实这个词呢，意思是既然。他说既然，也就是说神保证了绝对与我同在，
一定跟我同在。他说，那我就会在所行的路上就保佑我，也给我食物吃，衣服穿。这是一个感恩的回应哈，因为他确定神与他同在，他就不担心这些吃喝，而且保佑他、保护他等等之类的。所以这样子一个祷告，他对神的一个祈愿呢，不是一个试探的回应，而是一个感恩的哈。那21节就讲到了说，雅各继续讲说，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那神若这么做，他说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在这间讲的意思是说，一方面雅各会在他去到回来的时候会经历知道神是谁，第二个他在这里所祷告的是全然交托给神哈。在这里是可以顺便分享一小块，是雅各的在这里的一个许愿，他其实是一个许愿，他是带着感恩的，不是试探的。事实上呢，今天雅各的祷告呢，我们接着往下看下面一个，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这一块。他接着在22节就会讲到说，我所立的柱子石头也必作为你的殿哈。他的意思说，在他回来之后会在这里敬拜主。接着在后面他说，我应许呢，说我会献上，你把赐给我的，我都会献上1/10给你。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所许的愿哈，跟我们有时候刚信主或者说我们不清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非常类似哈。或许你也很习惯，或者有听过有人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跟我同在，你承诺我祝福我的家庭事业美满，我事业工作，我赚很多钱，我就赚的钱就奉献给你建教会，我就把我赚的钱献上给你做事工。跟雅各的祷告不是很像吗？如果你这样子，我就这样子。所以呢，在这里他一样，他说你与我同在呢，你路上保佑我，也供应我吃的穿的哈，然后呢也保守我呢做这一些事情，那我就把我所得到的东西就1/10的奉献给你。但是要注意，在这里跟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的差异点在哪里？首先，这是神给他的应许在先，所以雅各是一个感恩的祷告，而不是试探的祷告。如果我们也用雅各这样的祷告，事实上你不是感恩，有时候你是在试探神的祷告哈。所以在这边顺便分享一下说，这个祷告我们很熟悉，也常常也讲说啊，主啊，你就给我这些你也平平安安的赐福我一生，赐福我的家等等，这些关于个人的这些的需求哈。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神应许你的、承诺你的，你可以去支取，但是没有就要小心，不要让这样的祷告成为一个试探神。接着我们再来看最后这里讲到亚伯兰之约的再次确立了，在这里我们就列一下，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哈，因为这里都屡次都讲过了。有关于亚伯兰之约在这里呢，经过雅各再次的确立，有5点是要注意的哈。重点是在于第一个，这是雅各第一次遇见神，这是他第一次的真正的属灵经历。换句话说呢，现在的神也成为雅各的神。他之前只是在一个以撒跟利百加的庇护，他不清楚这些，他清楚这些，他母亲父亲跟他讲的，他或许懂或许不懂，但是他完全没有经历神的经验，他只是做一个顺服的一个儿子，去在这边做他牧羊的工作，把家里面这些的产业管好，听他母亲的话，他母亲所吩咐他，你看他全部都照做，完全没有违背，也没有问什么，他是一个很顺服很乖的一个孩子。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他都没有遇见神，直到这里他真正遇见神了，所以他开始要走向一个经历神的经历，他要开始有自己属灵的经历，这个时候神才为他自己的神，而不是成为他父母亲的神。所以一个信徒，无论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不管你是第2代第3代，如果你自己没有在属灵上经历神的时候，那个神还是你父亲的神，你母亲的神，而不是你的神。除非你真正的有属灵上的经历，这一位神才会成为你自己所信仰的神。这是我们这里要顺便提醒的哈。所以第二个事情，我们这是第一件事情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了说，提到的梯子是台阶哈，然后呢，神的使子们呢，还有就是一个神自己可以显现的一个样式给他看到哈。再来就是讲到了说，
以撒的儿子当中呢，是只有一个是被拣选承受神的祝福的，那雅各是被确立的，以扫是被拒绝的。第四个是重复了约的基本的旨意，就是应许之地后裔跟属灵的制服啊，屡次我们都有重新的谈到。那第五个是神对雅各的基本预备哈，说要应许之地给他跟给他的后裔，还有后裔要繁多啊，外邦人有一天会因着他的后裔得到祝福。最后呢，是每一位列祖都有一个承诺，就是借着他们的后裔有一天会把这个祝福延至到外邦哈。所以这是再一次亚伯兰之约的确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